贵妃娘娘到。是你怎么来了？姐姐难产，一尸两命，妹妹自然要来送姐姐一程。要干什么？你别伤害我的孩子，孩子是皇上的。你不会真的以为那晚的男人真的是皇上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一个残花败女，皇上连洞房花烛都不碰你还妄想为他生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这个纯姐姐到死都不相信，她都还说不可能。唉，皇上，您来了对吗？皇上，他在骗我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皇上！放心，皇上宅心仁厚，肯定不会怪你。毕竟6年前在公主府给你下药，找人玷污你，就是皇上安排的。说什么？不这样，皇上怎么给你雪中送炭，让你感动的嫁给他，还甘愿将你外祖父的兵权拱手奉上？你从6年前，你就在算计我！是，当初为了娶你，我亲自给爱妃喂了堕胎药，杀了她的孩子。现在她又怀孕了，需要用你孩子的心头血做药引，不然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怀上我的孩子？你们要做什么？欠了今天一闭，完了！不愧是贱人生的贱种，这孩子的命可真硬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取他心头血，别脏了我的手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皇上、贵妃娘娘，荣国公府一家134口全部被诛，现场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什么？唐蜜，神医又如何？救得了所有人，救不了你的孩子，救不了荣国公府上下134口人。你的人生不过就是一场笑话。荣国公府心头大患已除，我们可以举办庆功宴了。我用医术替叶君玉拉拢人心，让外祖用兵权助他登基，结果最后却换来满门屠杀，幼子惨死。若老天有眼，我纵化作厉鬼，也要让仇人血债血偿。
时钟水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雨开过的花，人酸到出梦话，情丝一旁寄全意。这是这里是长公主府？难道我重生了？我的孩子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姐姐放心，与唐蜜私通的马奴很快就来了。这房中也点了大量的合欢香。6年前，唐荣受唐莹的指使给我下药，我从后窗逃了出去，却还是进错了房间，失身于人，从此身败名裂，成为全京城的笑柄。记住，我要让全京城的贵人都看到他下贱的样子。唐荣、唐毅，我会一个一个找你们清算。你准备的合欢香可不要浪费了，等一下好好享用，我的好妹。放我出去！你说什么？贱人，你快放开我！唐蜜，你不是要害我吗？今日我就让你尝尝这自食恶果的滋味，好让全京城的贵人都看看你下贱的样子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放我出去！贱人，放开我！今日来了好人贵女，你瞧见没？那唐家大姑娘美得跟天仙一样。是啊，以前从未见她出门，竟不想天下还有这样的角色。是啊，房内方才发出那种声音，谅他也不会再跑出来。不好，药效发作了。王爷，你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娶我呀？肚子里的孩子都等不及了。急什么？等我收拾了唐蜜，我自会娶你。蠢女人，等唐蜜因为失身成为众矢之的，本宫就能雪中送炭迎娶她。到时候她一定会很感激本宫，本宫就能借她外祖一家的权利，一步登天。不是吧？上一世我从后窗逃走，往右边跑；这一世我从前门走，往左跑，其实是一个方向。所以，他就是前世夺走我清白的男人。不行，我不能重蹈覆辙。我知道你也中药了，你去找寒水石、蜜魔花，那是解药。你要相信我，那真的是解药。不要让想害我们的人得逞。你要是非要动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男人没对我做什么，难道他不是坏人？簪子被他拿走了吗？多谢长公主愿陪臣妇寻了2个孩子，他们难得出名，尤其是臣妇那个大侄女，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，我担心她睡过头，生了礼数。唐夫人言重了，姑娘家身子不便也是常有的事，就算真的睡着了，也不妨事。上一世是唐荣带人去抓奸，这一世换成了他母亲秦氏，我倒要看看秦氏看到自己女儿的浪荡模样，会有怎样精彩的表情。这声音，竟然有人如此不懂规矩，敢在本宫的客院行如此阿杂之事！可能是那些个不知廉耻的下人在这里偷腥，咱们还是别进去了，免得误了眼睛。唐夫人，你刚才还找了唐家小姐这么半天，现在又拦在了门口，难不成这里面叫的正欢的女人是你唐家的人？是啊，长公主府可不是那没规矩的府邸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是会连累公主名声的。来人，将这门给本宫撞开！本宫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在此行脏事！是。这种事情真是不要命啊！这光天化日的，竟就直接在地上，这未免也太不要脸了。这应该不是长公主府的下人，谁不知道长公主治家最是严明？瞧她头上还簪着金钗，像是哪家的小姐姐？是臣妇管教不严，请让这丫头在公主府行阿扎之事，臣妇实在是愧对公主。这人都没看清楚呢，唐夫人就开始道歉了？难不成这真是唐家的姑娘？唐家今日有2位姑娘来了客院，这里边的是哪一个呀？娘，我听着怎么有点像姐姐？这妹妹就这么说了。蜜儿她爹娘早亡，平日里一直都是老夫人亲自教导。老夫人家教甚严，谁知道这孩子竟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的意思是，这里边的是唐大姑娘？我之前还觉得唐蜜是个好的，想让她嫁进公主府，没想到她竟是这种人。大姑娘看着挺得体的，没想到竟如此不要脸，能在人家客房做出这种事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勾栏女子。唐蜜，很快你就要沦为万人唾弃的淫妇了，看你还怎么跟我抢欲望。二婶、二妹妹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那二妹妹觉得我应该在哪？见过长公主和各位夫人。这大姑娘不是在这儿吗？那里面的人是谁啊？这还用想吗？里面的肯定就是唐家4姑娘。刚才唐夫人说了半天这是别人家的人，可是这却捉了自家女儿的奸，真是好笑。这里面是什么声音？是四妹妹在里面。你胡说什么？怎么会动手打人？不知蜜儿哪里做错了，惹得二婶如此生气。蜜儿虽然自幼父母双亡，却也是祖母亲自教导。倘若蜜儿真的做错了什么，那也应该由祖母发落，不用二婶亲自动手。唐夫人，你只是她的二婶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是啊，不过就是问了一句，怎么就心虚成这样？可怜唐大姑娘父母早亡，在家中还不知道遇到多少蹉跎事。唐大姑娘的父亲，他当初也是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，他再怎么说也是英烈之后。唐夫人，你过分了！公主息怒，我娘她只是一时情急，并非故意的。是臣妇切远。我这一巴掌可不是白挨的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言可畏。王爷。
属下已经查清楚了，是长公主的女儿芷清郡主给您下的药。据说前几日她跟誉王侧妃走得比较近。把查到的东西都交给长公主，她若不能好好管教女儿，本王会让她有更深刻的教训。是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唐家大姑娘和唐家二房的母女在人前起了争执，还挨了唐二夫人一巴掌。你说什么？敢打她，找死！王爷，唐大姑娘的外祖手握重兵，身份特殊，若是你掺和她的事，难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是不要趟这趟浑水了吧。她的事不是麻烦。蜜儿，是二婶心急了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二婶，我自是不会跟你计较，只是这眼下四妹妹还没找到，得尽快找到四妹妹啊。是啊，不如我们到前厅看看吧，这没什么好看的。我刚在这个房间休息，四妹妹说她会过来找我，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你刚刚也是在这个房间休息的？正是。姐姐，这本来是你在这屋子里，怎么如今换了旁人，你却安然无恙？该不会是你使了什么手段陷害了里面的女子吧？要真是如此，那这手段也太下作了。不知我哪里惹怒了二妹妹？我来公主府做客，我为何要对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去陷害？还是说这里面的人跟我关系匪浅？这是唐四姑娘。哎呀，怎么真的是四妹妹啊？这光天化日之下的，你怎么能与一个男人无媒苟合呢？哎呀，这真是糊涂啊！唐夫人，这当真是你的女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贱人，你竟敢害我！四妹妹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什么时候害你了？唐荣，长公主在此，你有什么冤屈，尽管向公主禀明，相信公主深明大义，自会为你做主。请长公主为臣女做主，都是她陷害我的，是她故意把我和那个男人关在里面，还不放我出来。我们蓉儿一向遵守规矩，蜜儿既然用这种恶毒的法子陷害于她，蓉儿这一辈子都被她毁了。请长公主一定要严惩唐蜜。姐姐，你平时在府里为非作歹也就罢了，可今日在公主府，你怎能还在欺凌弱小？你这番做派，让四妹妹以后怎么见人啊？这唐大姑娘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如此诬陷自己的妹妹，真是恶毒！都是自己家人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这唐四姑娘也太可怜了吧，竟然被唐姐这么陷害，也不知道唐老夫人怎么教的唐大姑娘，看着端庄贤淑，没想到竟然如此蛇蝎心肠。唐蜜，就算你逃过一劫，我也有办法让你身败名裂。他在哪？还不快带路！是。王爷向来不会插手这些事，对那个唐大姑娘这般关系，这也太反常了吧？唐大姑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臣女觉得冤枉。你还敢喊冤？四妹妹口口声声说是我把你关进门的，那我敢请问一句，这门上锁了吗？公主，老奴记得刚才门并未上锁。既然门未上锁，四妹妹故意说是我将她与那个男人关在里面，那这岂不是冤枉我？不可能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用手拉着。你使那么大的劲，你手肯定受伤了，你快给大家看看。唐大姑娘这手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会？我记得之前拉门的时候手的确受了伤，能这么快就恢复，难道是那个男人？四妹妹，你的丑事已经玷污了唐家门楣，如今还攀咬长姐，你当真是嫌不够丢人的吗？不可能，
可能！明明出事的人应该是你，你为什么会没出事？我倒还想问问四妹，我头痛欲裂，浑身乏力，你把我扶进了这个房间，之后我睡着了，我怎么推你进的门的？就是你推的我，只是你后来醒了。是，我是醒，我是听到一段对话，被吓醒。唐大姑娘，你究竟听到了什么？臣女本在客院休息，却遇到些事情，差点被毁了清白，还请长公主为臣女做主。怎么，她的清白也……难不成真的还有事情？也是他为了推卸责任故意编的。我看不像，谁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？况且她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。一切将详细事由说于本宫听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本宫定不轻饶。今日席间，四妹妹端来一碗茶给臣女，臣女喝过之后，便觉得头痛欲裂，浑身无力。唐蜜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自己身体不好，跟我给你端的茶水有什么关系？四妹妹稍安勿躁，我是按照长公主的要求，对长公主详细说明，而且我的确是喝了你的茶，才头痛欲裂，四肢无力。这席间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。你唐四，本宫并未让你开口。然后，四妹妹带臣女去客房休息，臣女头晕的厉害，便被她扶到了这间房间，在这间房间点了什么香，臣女便睡过去了。隐隐约约中，听到了两位女子的对话，其中一位女子对另外一位女子说，让她找马奴来，侮辱臣女，还说要让全京都的贵人都看看臣女下贱的模样。臣女当时心里害怕极了，想着他们要是马上进来该怎么办，便立马跳窗逃了出去。如今想想，这声音还真是好生二声。贱人，你少冤枉我！四妹妹，我只是单纯的复述两人的对话，你这么着急跳出来，到底是真的清白，还是做贼心虚啊？长公主，如今想来，我今日遭遇的事情是有人刻意为之，喝茶头晕是设计，扶进客房休息是刻意安排，找男人来更是心思歹毒。倘若我没有听到谈话，恐怕现在就是我遭遇不测。臣女自幼父母双亡，一直恪守礼节，甚至足不出户，就是怕行错踏错，给王父王母丢脸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臣女，请长公主为臣女做主。这唐大姑娘也真是可怜，当年唐大将军英勇不凡，这唐大夫人也是秀外慧中，可没想到她现在竟然被如此凄凉。你先起来，去找人查验一下唐大姑娘喝的茶。是。幸好我提前让人将茶水处理了。长公主，只怕这证据已经被毁了。唐蜜，你什么意思？无凭无据，你却想给我们容儿泼脏水？大姐姐素日里就与四妹妹不和，平日里也是多次说谎针对她，今日怕是找不出证据，故意栽赃的。就是。唐大姑娘，姿势体大，若是你没有证据，本宫也定然不能轻信你。毕竟，今日受害的是你妹妹，而不是你。谁说他没有证据的？是他。宣王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姑姑在调查唐大姑娘重要一事，只是些内宅琐事，怎敢惊动王爷？他竟是宣王？没错。难道你知道内情？
先前本王在靠院休息，恰好碰到唐大姑娘身体不适，连路都走不稳，就让人替她诊了脉，竟发现她被人下了药。竟真有此事！看来唐大姑娘没有撒谎，这唐四姑娘好歹毒的手段。王爷，您莫不是被长姐骗了吧？她惯会演戏，她……本王身边的侍卫多少会些医术，是不是装的？本王自己会看，还轮得到你来质疑？臣女不敢。唐四姑娘坏事做尽，唐二姑娘身为亲戚，不知训诫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做起了帮凶？这难道就是唐家二房的家风吗？宣王跟唐蜜是什么关系？怎么这般维护他？今日不给一个交代，怕是唐荣会被追查，连累我和叶君玉就糟了。看来真相已经明了，唐二夫人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。以她今日对唐大姑娘所做之事，移交官府也不为过。娘，不如您先动手。娘，为娘还以为你说的是真的，一心护你，以为真的是你大姐姐害了你，没想到竟然是你想要陷害你大姐姐。为娘以前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太让为娘失望了，还不快给你大姐姐道歉！回去再向你祖母领罚。我不道。四妹妹，听话。对不起。好一招先发制人，倒让长公主不好再处罚唐荣。行了，领他们回去吧。多谢长公主。慢着，唐四今日在本宫的寿宴上行如此阿杂之事，以后本宫不想在任何一个宴会上看到他。臣妇明白。唐英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这才只是开始。长公主，宣王，您今日被人下药的事，本宫自会给你个交代。多谢王爷替我作证，就当是你告诉本王解药的谢礼吧。王爷放心，客房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说出去。臣女告辞。小姐，咱们找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你萱草了。啊！这怎么有个人啊？他中箭了，这箭上有毒，必须立刻把剑拔出来。匕首给我。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把那些草拿来。可是我们找了一天才只找到一株，不给他，他就会死。拿来。咱们又不认识他。我是大夫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拿来。忍着点。唐蜜，一别经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祖母，是唐蜜陷害我，你应该责罚她。蜜儿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她的脾气秉性我最清楚。你谋害长姐，不顾至亲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上山当姑子；二，嫁给那个男人。这个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就是祖母，可惜2年后她却突然暴毙而亡。难道她的死也是拜二房所赐？那就是个低贱的马奴，嫁给他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那就去上山当姑子，再不肯，直接从我唐家族谱除名。母亲，不可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你是该罚，
亲生女儿被你教得如此恶毒，你是罪该万死！从今往后，你把掌家之权交出来吧。四妹妹，你还是听祖母的，去尼姑庵吧。二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所以年事已高，还能再活多久？好，我去就是了。你亲自送他去静远庵。是。其他人退下吧，蜜儿留下。跪下！你说，是不是你将唐四推进那个房间的？是。你。知道祖母为什么打你吗？知道。姐妹之间应该和睦相处，互相帮助，不该相互算计。祖母知道，是他们先想要害你，可你也不能那样对她呀。她好歹是我们唐家的闺女，这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害了她，何尝不是坏了你自己的名声啊？上一世我铭记祖母教诲，从不害人，可结果呢？你可知错？我没错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没错。我的蜜儿一向都是最乖的，她今天是怎么了？好，你就在这里跪着，好好反省吧。哼！王爷，我们派出去的眼线来报，说誉王昨日去了长公主府，是去跟将军府的二小姐私会了。他和唐儿竟有私情？是，他们二人合谋让唐大姑娘失身，然后誉王再不计前嫌的出现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到时候唐大姑娘就会嫁给他，荣国公的兵权也就到手了。天凉了，该给誉王送点温暖。您的意思是把誉王在城南的几间铺子烧了？遵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那位唐家大小姐被将军府的老太君罚跪了祠堂。你说什么？我就知道让人注意唐家是对的，王爷他这是坠入爱河了呀。一人穿过风雨多少年，此爱不曾遇见。直到你来我的世界，写下了姻缘。你送给我的晴天，让未来有画面。这是男人的皮肤，有人来过。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悉？大小姐，老太君让老奴请您回屋休息。您别怪老太君，打在您身上，疼在她心里。嬷嬷，我知道的，我没有那么好歹不分。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怎么没成？都怪我那个四妹太蠢了，竟然被唐蜜那个贱人给反害了。既然知道他蠢，为何还要让他动手？殿下放心，我已另有计策了。再过不了多久，就是花灯节。按照每年惯例，唐蜜会去集市上买一盏花灯，供奉他爹娘。届时，我当众故意弄湿他的衣服，
殿下出现，趁机将自己的外衣借给他蔽体，授受不亲，殿下就有求娶他的理由了。这倒是个办法。记住，一定要万无一失。本王等不了了。小姐，奴婢今晚陪着您去买花灯吧。你留下，让半夏陪我吧。可往年小姐都是带奴婢去的。前世临死前我才知道，福临一直是唐寅的人，而半夏为了护我死在了他的手上。这笔账我会一起清醒。我这庄匣呀，有一些首饰，也不知是不是进了贼。这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留下我才能放心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替您看仔细了。走吧。小姐，府里真的进了贼吗？要不要禀告老夫人？要不是留着福临还有用，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往后多提防他一些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，好。哎，小姐，你快看，真漂亮！姑娘，我这每盏花灯下面都有对应的签文，你可以选了，我帮你解签。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恨天。哎呦，真是巧了，二位选了同样的花灯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既然唐大姑娘选了同样的木签，我就不夺人所爱了。不碍事的，这木签前后都有签文，我可替二位同时解签。那就先替这位公子解吧。游龙未变钱江河，危机四伏难成事。哎呀，这签文可不好啊！公子虽是乾隆在世，但是未经坎坷，只怕是心想之事难以实现。这签算得很准，前世的宣王未能成事，登基的人是叶君玉。是吗？但这签文还有下半句：若得贵人相助力，方是游龙腾飞时。意思就是公子若有贵人相助，方能逢凶化吉，心想事成。这样子，你再帮这位姑娘看看吧。姑娘，你们……难道他看出来我重生了？姑娘真是贵命，凤凰归西梧桐树，一轮涅槃重复始。姑娘想要涅槃重生，怕是不可能，只能周而复始。周而复始？难道这一世我还是改变不了结局吗？不过这签文和公子的一样，有化解之法。有什么办法？贵人自有贵人引，方能否极泰来。意思就是有贵人相助，姑娘便能逢凶化吉，否极泰来。那贵人在哪里？二位的贵人皆已出现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是彼此的贵人？没错，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。刚才的签文，宣王殿下不必往心里去。殿下是天皇贵胄，而臣女人微言轻，实在担不起殿下的贵人，定是那商贩湖州的。我倒是觉得，若唐大姑娘能成为我的贵人，是我之幸；若本王能在唐大姑娘需要的时候帮到你，更是三生有幸。我们不过见过寥寥几次，他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？难道他跟叶君玉一样，也想要我外族的兵权？我与殿下不过是萍水相逢，委实不敢高攀。臣女还要去给父母挑选一盏花灯，就不打扰殿下了，先告辞了。
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撞到水车了？全部都淋湿了。站住！宣王，你要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没看到那边有人摔倒了，别拦住我救人。那也轮不到你来救。来人，去把婉娘找来。是。该死的唐蜜，竟然暗送我，浑身都湿透了，他就只湿了嘴。表妹，表妹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，快把衣服披上，别被人看了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附近游玩，看到你淋湿了，就赶紧过来。干嘛要把他的衣服脱给我？都不知道避嫌吗？谁让你多管闲事？看来有人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殿下，婉娘来了。婉娘，把我的披风给她。是。唐大小姐，夜寒如水，你先披上本王的外衣吧。不必了。不用跟本王客气，你的衣服湿了，这样不方便。姑娘，我这里有一件干净的披风，送给你穿吧。我也是女子，不会影响姑娘的清誉的。这个味道。小姐，今天真是吓死奴婢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件披风跟之前在祠堂里披在我身上的那件味道一样，都有兰花的清香。难道他们是同一个人？敢问大姐姐，我可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得罪了大姐姐？大姐姐自己要摔倒，为何要拉我做垫背，害我淋了湿透？我刚刚的确看到是唐大姑娘先动手拉了她，所以二姑娘才倒地的。这个唐蜜也太过分了，自己的清白一点没损，她的亲妹妹损了清白。唐蜜，你好恶毒！我恶毒？那既然骂名都背上了，再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可惜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表妹，大姐姐为何要打我？我走路走得好好的，你到背后来推我，打你2下，这都算是轻的。那你说是唐莹先动的手？我没有，少在这诬陷我！我摔跤的时候并未回头，谁推了我，我就顺势拉了他一把，真凶一目了然。我是看大姐姐要摔倒了，我好先上去扶你一下，没想到你不仅恩将仇报，还当众诬陷我。莹儿，我知道的，你最是善良，定是你这姐姐无理取闹。我这就带你回去，让唐家还你个公道。你去找人，去秦家一趟，将秦青雨今日当众脱衣服给唐莹的事情告诉秦家人。我会让唐莹知道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看来他也有对策，不需要我做什么。祖母，我本是想帮姐姐才伸手，谁想到她突然伸手将我推倒，害我全身湿透，被人看了笑话，还请祖母为我做主。老夫人，我作证，都是唐蜜的错，您这次可不能再偏心她了。蜜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精彩，还真是精彩啊！二妹妹与秦家表哥还真是琴瑟和鸣，默契十足呢。祖母，你看唐莹身上现在还穿的是秦家表哥的衣服，不如成全他们吧。母亲，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
今晚青羽在集市上救了唐颖一事，现已传得人尽皆知。而我秦家素来重视礼法，我看不如就将他二人的婚事定下好。不行！你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已然有了肌肤之亲，若不成亲，如何收场？祖母，我与表哥只是兄妹，并无私情。表妹，你别这么说，娶你我心甘情愿。是天鹅肉，我可是要嫁进王府的，谁能嫁给你？哎呀，刚刚没听错的话，二妹妹不是说，要是没有你的秦家表哥，你今日就都被人看光了。此等恩情，那定是要以身相许啊！没错，我儿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所以必须嫁给你。蜜儿，你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蜜儿，我问你，祖母，当真是你二妹先推你的？祖母，我知道您不愿相信，可当时誉王就在不远处，我不过施了些裙摆，他就急不可耐的要把自己的衣服给我。您觉得这正常吗？这么说，他跟誉王勾结，想婚你清白？包括上一次在公主府，以四妹妹的脑子，根本就想不出这样的计策。他怎么敢？祖母，别动气，祖母。蜜儿，这件事情祖母给你做主。刚才老身想了想，秦夫人说的有道理。既然青羽对唐颖有恩，他们还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，这门亲事最合适不过了。我同意了。好，祖母，我不同意。婚姻大事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岂有二妹妹不同意的道理？没错，老夫人已经开把了，由不得你拒绝。回头你就让媒婆上门下聘。是唐蜜跟着死老太婆说了什么？这件事情绝不能这么算。小姐，你找什么呢？我那件披风呢？在这儿。两件一模，上面的冷香都一样。给我披风的人到底是谁？王爷，祖母要将我嫁给表哥，请您帮帮我。你怎么办是的？本王叫你想办法，让唐蜜被淋湿，你倒好，自己被淋成落汤鸡。现在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想求本王帮你？王爷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是知道的。今日之事真的是意外。本王还是那句话，唐蜜嫁到王府，你就是本王的侧妃。她若嫁不成，你也嫁不成。是。找机会让她去白马寺，我自有办法。你是说叶君玉和唐颖又私下见面？我们派出的暗探隐约听到说什么白马寺。叶君玉觊觎唐蜜外族的兵权，不会善罢甘休。紧盯誉王府的一举一动，唐大姑娘若出事，本王唯你们是问。是。母亲，秦家那边已经算好了订婚日子，就在下个月底，9月28。9月28，那可是聂儿父亲的忌日。可秦家的人说，下半年没有合适的日子，就那日最合适。而且他们也不怕冲撞，说这是撞喜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你的脑子呢？祖母，下月中旬是大姐姐生辰，不管是我的婚事还是大姐姐的生辰，都跟大伯的忌日相冲。不如我们提前为大伯做场法事，如何？这倒也不是不行。这可是大伯的10周年整戒，不能马虎。
我想，就选择白马寺如何？香火旺盛，而且祖母也与住持相熟，必定会多照顾一二。不如就选择白马寺吧。白马寺确实不错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唐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嫁给秦青羽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阿弥陀佛。净空大师，老夫人有礼了。此次我们来，想请贵寺为我儿做一场法事，会在此小住几日。老夫人拳爱子之心，唐将军泉下有知，定能感受到。听闻净空大师算无一策，可否请大师替我大伯算上一卦，让我们知道他在下面过得好不好，也好让祖母安心。既如此，老衲就替唐施主算上一卦吧。那有劳大师了。大师，如何？老夫人，此卦为两面鹰，乃是大凶之卦。唐施主他在下面过得不好，他前世沾血有毒，只怕到了阴间会受重刑折磨，尚未赎清罪孽。祖母，敢问大师，我父亲戎马一生，护国家安定，保百姓平安，最后的一滴血都是在战场上流的。我父亲有什么罪吗？他需要受什么罪？阿弥陀佛，唐施主身为武将，杀人太多，我们都要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唐施主在世时受万民敬仰，这些都是他的业，他的账，这些都是要他自己还的。作恶多端之人，死后才会遭报复。大师天天替别人算卦，什么时候也替自己算一卦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净空大师？人家也是好心指点，大伯在地下受苦，你这个做女儿的倒是一点也不着急。这卦老衲本不该比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就当老衲有阴德白损就是。大师莫生气，小孩子不懂事，请您多担待。妮儿，不许胡说。祖母，父亲没有罪孽，他那样好的人，需要赎什么罪呢？妮儿，祖母也不愿意相信，可是这种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你父亲要是在下面受苦受难，我们忍心看着吗？有些人自己过得有滋有味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忘，真是不信。你给我闭嘴！大师，我儿的业障可有化解之法？山上的神庙旁边有个天池，天池里的神水可以净化一切杀孽和业障，只不过这神水需要他的儿女独自上山去取。不知道唐大姑娘是否愿上山取水？妮儿，你得去啊！唐颖到底想搞什么名堂？去看看也罢。小姐，我们带这么多草药干嘛？这些药足够放倒不少人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们最好别犯在我手上，不然我亲自让他们下去给我父亲赔罪。我走了。小心点。看它破碎了，睁开双眼，无处安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，看山盟海誓，因为上成全。你没事吧？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宣王殿下，怎么会到这里的？这里被人挖了一个深坑，用枯枝覆盖住，掩人耳目。刚才你若再往前踏一步，就会掉下去了。
我早就预料到他们会动手，没想到连坑都给我挖好。看来王爷是知道这挖坑的人了。唐大姑娘不是也猜到了？叶君玉一心想娶你，你若掉了下去，他定会装作救你的名义一并掉下去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二人谁都上不了，只能等其他人来解救。可这么一来，你们孤男寡女再相处这么久，你的名声必定受损，他就能顺理成章向父皇求娶。好歹毒的心思，我委实没想到，佛门禁地，他竟如此丧心病狂。不过，王爷怎么会来这里的？我今日来白马寺礼佛。哦，所以殿下来礼佛，恰巧上了山，又恰巧救了我。有人来了，先避一避。叶君玉，果然是他。奇怪，唐碧走到这里，应该已经掉进去了，怎么没个人影啊？你上山是不是要去神庙旁的神水？你连这个都知道？你只身一人前去不安全，我陪你去吧，免得你遇到叶君玉会有不必要的麻烦。王爷同样是外男，我怎么知道跟你一起走就没有麻烦？唐大姑娘，不必对我如此害怕，我可以保证不会对你做什么，更不会伤害你。说什么不会伤害我？可上一世在公主府，等我醒来之后，他早已没了人影，只剩我一人留下，受尽千夫所指，被人辱骂唾弃。他来了，再不退就来不及了。我脚扭了。来，我背你上山。来，可是上来。这个味道是蛇蝎百花香，给我2次披风的人是他。走，我送你下山。谢谢你，宣王殿下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一再的帮我呢？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，不是吗？他果然不记得救过我，或许是我和唐大姑娘有缘吧。既然有缘，就无法做到袖手旁观，而是真心的希望你能过得好。前面就到了，你放我下来吧。今日多谢王爷了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让人去王府找我。小姐，唐蜜居然回来了，不应该呀！玉王不是说让人挖了坑，等着唐蜜掉下去，他才下去施救的吗？蜜儿，你回来了，你受伤了。祖母，我脚扭了，快让人去请大夫。母亲，寺庙哪有什么大夫，还是等回府再说吧。不知姐姐的神水取到了没有？我受伤了，所以你没有取到神水，那后面的法事还怎么做？我们一大家子都在下面等你，所有准备全都白费了。谁让你等的？你大可以不必在这里候着，你回家去吧。难怪玉王没有等到他，原来他压根就没去神庙。祖母，您消消气，母亲她不是这个意思。
他也是为了大伯好。毕竟大师说了，大伯在下面吃了苦，这法事要是耽误一日，大伯就要多受一日的酷刑。蜜儿的腿都受伤了，先顾着她的腿要紧。这法事嘛，咱过几日再做。我们替大哥操心有什么用？他唯一的女儿对他的事半点不上心，我们唐家怎么生出了这样一个不孝女？二婶在说什么？这神水我不是取到了吗？姐姐不是脚扭了吗？怎么可能去神庙取到水呢？这真的是神水，不会是你从路边随便找来糊弄我们的吧？取自神庙，岂能有假？我虽然腿受伤了，走得慢了些，但事关父亲，再难我也得将水取回。蜜儿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奶奶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如果是真的，他为何没有掉进坑里？誉王不是说他做了完全准备吗？快去将净空大师请来。我去请吧。殿下，您在山路上碰见唐蜜了吗？没有。你不是说他肯定会去神庙吗？我在必经之路守着，等了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白忙活那么久，那他取的神水应该是假的。等做法事的时候，我再揭穿他。没有了神水，法事就会推迟。唐蜜也得留在白马寺，我们可以再找机会。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希望这次别再给本王搞砸了，否则别怪本王没有耐心。该死的唐蜜，一再坏我好事，等我进了王府，一定找机会弄死你。祖母，净空大师来了。净空大师来了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就请大师为我们做法事吧。阿弥陀佛，不知唐施主可有取到神水？取来了。净空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神水是真的？大师，这水没问题吧？这水，老夫人，这水是假的，它不是神水。这不可能，蜜儿她不会骗我的。这和尚果然被唐莹和叶君玉他们收买了。蜜儿，你这水是从哪里取来的？这水取自神庙里，如果那里的水是神水，那我取的这绝对是神水；如果那里的水不是神水，那我也是按照你们说的地方取的。那我蜜儿的水没取错呀。这根本不是神水，唐施主取错了。抱歉，这个法事我做不了。站住！你身为白马寺的住持，连自家的神水都不认识。倘若真的不认识，那就请白马寺其他的大师都来评判一下，看看我这取自神庙的水到底是不是神水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根本不是神水。你们家的法事我做不了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姐姐，你看看你，把大师气成这样，这法事要是做不成，大伯在下面就无法解脱，肯定该怨恨你了。我们唐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孽障？大师，您别生气，这小姑娘家的不懂这些事儿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大师，您再看看这水。不用再看了，我说它不是神水，它就不是神水。净空大师好大的口气，本王怎么不知道一个白马寺住持也能对香客开这么大的口？
宣王殿下，本王怎么看你的玻璃就是神水？这……去把白马寺的所有大师都给本王请来，本王倒要看看这白马寺还有没有慧眼识珠的人，还是都是有眼无珠之人。是。七皇帝，好大的阵仗啊！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需要出动寺里这么多大师。连皇兄都惊动，可不算大事吗？本王请你们几位大师过来，是想请你们帮忙鉴定一下，这碗里的水是不是天池中的神水。净空大师都在，七皇兄何必多此一举？本王是怕净空大师眼神不好，不如了尘大师帮忙看看。这的确是我们天池的神水。这不可能！一般的水都是无色的，神水则是呈淡蓝色，并且有一点硫磺味和甜味。老衲方才尝过，不会有错。净空大师，你身为寺庙住持，连自家的神水都分不清，依我看，这个住持你也没资格再做了吧？老衲。这件事，老衲自会给唐大小姐一个交代。家父10周年忌日，还请了尘大师为家父做法事。有劳了尘大师。唐施主一生戎马孔总，为国为民，大忠大义也。老衲能为他做法事，是老衲的功德。父亲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抹黑你的功绩，我要让这些魑魅魍魉通通显现。现在怎么办？如果誉王娶不到唐王，你也别想进王府了。我绝不会嫁给秦青羽。母亲，四妹妹当姑子的尼姑庵就在附近，待会儿去看她时，把这套衣服和面纱带给她。这是何意？我已经让人约了秦青羽，今日晌午在白马寺和尼姑庵中间的树林见面，到时候四妹妹代替我去。你要把秦青羽推给你妹妹？娘，四妹妹已经名声尽毁，根本就嫁不出去了。你难道想让她在尼姑庵里孤独终老吗？只要坐实了和秦青羽的亲密关系，我就可以退婚，四妹妹也可以离开此处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好，我这就找她去。受宣王殿下所托，法事已毕，唐将军九泉之下，定能安息。多谢大师。谢谢。如今法事已经做完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老衲也该告辞了。母亲，这净月庵就在白马寺边上，蓉儿去那里已经多日了，我想她想得日夜难寐，不如我们一家人去看看她吧。我让她在净月庵思过修行，需要静心。这么多人过去，她的心又该乱了。她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也是你的亲孙女，你就疼疼她吧。祖母，我们只去看一眼，不打扰，可好？
罢了，都一起过去吧。这对母女挤眉弄眼的，又在搞什么鬼？表妹，我一收到你的信我就来了，几天不见，可想死我了。我记得从这条路过去就到金源安了，四妹妹看到我们一定会开心的。表妹，你身上好香啊，再让我亲一个好不好？讨厌！哎呀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听着怎么如此耳熟啊？娘，那个不是青羽表哥吗？还真是他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佛门圣地，成何体统？原来他们唱的是这出戏。唐莹为了不嫁给秦家，还真是出息，连自己的妹妹都能往火坑推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见过老夫人，姑姑。秦青雨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如此放荡放肆？老夫人莫怪，我也是太过思念表妹，才会忘了分寸。不过我们快成亲了，做些亲密的事也不为过吧？成亲？你身边的那位女子是谁？她是我表妹啊。表哥，你何必睁眼说瞎话呢？既然你已心悦旁人，又当众做出这种事，我们的婚事还是作罢了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。表妹，你怎么在那儿？那他是谁？表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也是你的表妹啊。怎么是你？写信让我来的，不是莹儿吗？我怎么可能写信让你来寺庙见面？表哥，你这番话不仅污蔑了我四妹妹的清白，更是玷污了我的名节。跟秦家这门婚事，我是不能要了。要是我四妹妹，你们秦家娶定了。我没有，表妹，我心里喜欢的一直都是你啊。那些字迹，就是你的呀。那信呢？拿出来看看。你让我看完给它烧了，我就烧的连灰也不剩了。空口无凭，不是污蔑是什么？表哥，你都对我这样那样了，你总不能不负责任吧？你戴着面纱，我还以为是莹儿呢。够了，祖母，还请您取消我和秦庆宇的婚事，成全了他和四妹妹。唐柔，我送你上山是来进修的，不是跟男人鬼混的。你如此行事，对得起唐家的列祖列宗吗？母亲，事已至此，您再骂他也不用了，还是让秦家早日下聘，将他娶回去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表哥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一个堂堂正正、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，你可千万别做让我失望的小人啊！唐莹这招够损的，给人家下套，还说这种话刺激他。秦青雨碰到他也是倒霉。可是别可是了，你不嫌丢脸，我们唐家还嫌丢脸。你和唐英的婚事取消，替换成跟唐荣成婚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小姐，奴婢觉着这婚事怎么像是二房强买强卖啊？秦青雨好拿捏，她那个娘可不是个善茬，务必将白马寺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秦夫人。我倒要看看秦家到底会不会同意他们换家。谢谢殿下。不必客气。先前我被净空大师刁难，也多亏了你及时找其他大师过来帮我作证。
神水是本王陪唐大姑娘取来的，自当善始善终。殿下帮了臣女那么多次，臣女实在是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你的报答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这个你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让人特地为你定制的哨子，以后你若遇到什么危险，记得吹响它。只要我听到这哨声，不管你在哪，我都会找到你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会给我？重要的东西，给重要的人，才算物尽其用。重要？他是在说我吗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秦夫人她打进来了！你说什么？给我滚开！秦巧云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，为了把自己那个没人要的女儿嫁出去，连亲侄儿都算计，你还是人吗？是秦青雨自己跟唐荣亲热，被我们撞见了，于情于理，他都该负责。负你娘的责！我告诉你，要么就老老实实的让唐姨给我嫁过去，我可以顺带着让唐荣为妾；要不然，我就把之前公主府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。嫂子，蓉儿也是你的外甥女啊，你要是在外面乱说，会毁了她的。要真闹起来，青雨脸上也不体面。既知不体面，当初就不要自甘下贱。怎么，事情的唐荣做得，旁人说不得？母亲，够了！秦氏，这件事你自己跟大嫂商量好。如果因为你们母女辱没了我们唐家的门楣，我定让老二给你一纸休书。听懂了吗？二妹妹平素不是跟四妹妹最要好吗？依我看啊，为了她的幸福，你还是嫁给青青。大嫂，听说大哥前几日在赌坊收了不少银子。这样吧，要是你答应让蓉儿代替宁儿嫁过去，我多给点嫁妆，帮你们填了窟窿。当真？自然。小姐，他们说，就是这样。帮还赌债，这二婶还真是为了把唐荣嫁出去出手阔绰啊！除了唐荣，回头唐莹要嫁给叶君玉当侧妃，还得拿不少嫁妆。二老爷官职低微，能有那么多银子吗？如今二婶已经不再执掌中馈了，府里的银子拿不出来，想必会另动歪心思。给我盯紧他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奴婢回来的时候，听到二小姐吩咐婢女将新做的衣裳和新买的胭脂水粉送到房内，像是要精心打扮的样子。可是近来也没有听说要什么宴会啊。没有宴会，那就是私会了。前世临死前，唐莹说叶君玉为了娶我打掉了他的孩子。算算时间，他们最近该圆房了。傅灵在外，你陪我演一出戏。小姐，您最近的皮肤真是太好了，简直吹弹可破，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这最近啊，在研制一款含香丹，服用之后不光皮肤可以变得更好，更重要的是，这身体里啊还自带一股清香，这可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名贵药材才做成的。怪不得呢，有了这含香丹啊，以后外面那些男人对您更是倾心爱慕了。
小姐，这含香丹到底有什么作用啊？一旦服用了之后，毒素就会在体内蔓延。若是行了房事，会怎样？断子绝孙。二小姐，奴婢亲耳听到大小姐说，她就是因为服了这丹药，才会美貌惊人，身上还有淡香。听闻您最近在搜罗变美的良方，奴婢就将丹药给您偷回来了。不错，你做得很好。怪不得只要唐蜜一出现，所有男人的眼光都会聚集在她的身上。原来她是用了这个手段。有了这丹药，誉王殿下定会对我欲罢不能。如果能怀上他的孩子，哪怕日后唐蜜嫁进王府，也没法跟我比。备车，今晚我要出门。王爷，来呀！王爷，臣女伺候您伺候的好不好？就让臣女给您生个孩子吧。就算要生，也要等你姐姐进门之后。可是，王爷，怎么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王爷吐血了！太医，誉王他怎么样了？回皇后娘娘，王爷他这是中毒了。可他的吃食你们都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呀。他这毒不像是吃下去的，倒像是行房事之后蔓延到体内的。这位姑娘，可否给你把把脉？愣着干嘛？给太医看诊。这是催花之毒，主要的毒素是在这位姑娘的体内，一旦圆了房，王爷也不能幸免。而且这样的毒素对男子危害极大，所以王爷才会吐血昏迷。那可有解药？此毒不会伤及性命，但什么？但会对男子绝嗣。你说什么？贱人，竟敢为我儿下毒！皇后娘娘，臣女冤枉，臣女什么都不知道。姑娘，你最近是不是服了什么药？还有印象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是含香丹。娘娘，是唐蜜搞的鬼。唐蜜？你是说你姐姐？对，我是听说她研制了含香丹，能美容养颜，就让人偷偷拿了几颗服用。一定是她在含香丹里动了手脚。来人，将唐蜜给本宫找来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给本宫跪下！不知皇后娘娘深夜找臣女过来，所为何事？听你妹妹说，含香丹是你研制的，太医已经看过了，含香丹内有剧毒，我儿现在还昏迷不醒，皆是拜你所赐。
你好大的胆子！不出皇后娘娘说这话，所谓何意？含香丹的确是臣女的私人物件，但是从未给过任何人。誉王殿下的昏迷，更是与臣女无关。东西是唐莹从你那里拿来的，你肯定有解药，把解药交出来。我没有解药。誉王殿下的病也与臣女毫无关系。娘娘若是要问罪，怕是找错人了。本宫不管是你还是唐莹，玉儿因此要是断子绝嗣，你们唐家人一个都跑不了。恕臣女无能为力。唐妮，你就不怕本宫一怒之下杀了你？臣女问心无愧。若忠臣良将之女枉死，娘娘不怕在天下人面前没个交代。你好一张伶牙俐齿的一张嘴呀！本宫是皇后，杀一个女不至于畏手畏脚。来人，将唐蜜关进冰室，什么时候交出解药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是。还有你，皇后娘娘，臣女是被唐蜜算计了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你一个闺阁女子，浪荡轻浮，勾引我儿，才让我儿中毒。比起唐蜜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来人！等一下，娘娘，臣女近日和誉王殿下行过几次房事。若是誉王殿下真的绝嗣了，我腹中说不定怀着王爷的孩子。如果我死了，可就连最后的机会都没了。贱人果然是贱人，你当真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？那本宫再留你一段时间，你最好祈祷誉王没事。虽然来之前我已经跟祖母说过，说我一个时辰未过，就请他拿着御赐宝剑进宫领圣，可真在这里待几天，多半会生病。这个少子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神奇？如果对上皇后，他还会愿意救我吗？王爷，怎么了？他有危险。他是谁？谁有危险？这个方向是誉王府，找一队精锐，跟我去誉王府救人。是。他还是不肯交出解药。无论怎么问，他都说没有解药，这件事跟他无关。哼，还真是嘴硬。皇后娘娘可是交代了，他不交出解药，我们都得倒霉。看来得加把火才行。姑娘的意思是？恐怕是这冰室里的冰不够冷了，不足以让他害怕。既如此，我们就再给他加些刑罚。我就不信他这细皮嫩肉能撑得住。这样不会出事吧？皇后娘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区区一个臣子之女，死了又能如何？她的命难道比得上誉王？若是她交出解药，你必有重赏。都听姑娘的。
姐姐，我奉皇后之命再来问你一次，解药在哪？和誉王勾结的人是你，他会中毒，也是因为你。你来问我，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既如此，就别怪做妹妹的不救你。皇后娘娘有令，你若是不说，就打到你说为止。鞭子。宣王，他的胆子！这里是誉王府，请你带兵擅闯。本王是来找人，无意惊扰母皇的誉王。只要你们将唐蜜交出来，我立刻离开这里。唐蜜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哦，本宫知道，是不是你们两个设计谋害我的儿子？唐蜜在哪里？你休想知道！誉王要是不能康复，那就让唐蜜命抵罪。不交人，那本王就亲自找。来人，给我搜！就算今夜把这王府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拦住他！竟然敢以下犯上！本王把话放在这儿，今日唐蜜在誉王府出了任何意外，就让这整个誉王府为他陪葬！难道龙都敢杀吗？母后可以试试。姐姐，这冰势寒冷，你若是失血过多，恐怕性命难保啊！你有本事就打死我！催化之多，断子绝孙，他注定登不上这皇位，你也休想怀上他的孩子，只能给我陪葬！你胡说什么？把解药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容风翻动我过往篇章，用笔墨写我荡气回肠，总要看着命运速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等了你好久好久，可你一直没有来。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等了。只要你一吹哨，我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，好不好？你找死！誉王殿下，你不能杀我，我肚子里可能还有誉王殿下的孩子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！都给我杀了！母后，这是何意？誉王没有醒，唐蜜不能走。
他能不能走，我后说了告诉你。叶晨轩竟为了我走到了这种程度，他连得救皇后都不怕，那为何前世就留下我一个人？别跑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皇上驾到！都把兵器给朕放下！皇上，你看看这个逆子，为了一个女人闯进誉王府，与臣妾刀剑相向，他的眼里还有臣妾这个皇后和你这个皇上吗？宣王，你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是我向宣王殿下求救，若不是宣王殿下及时赶到，恐怕臣女已经……蜜儿，蜜儿，你没事吧？祖母，我没事。唐大姑娘为何伤成这样？皇后，这大晚上的，你将唐大姑娘弄到誉王府来，是要干什么？玉儿她中了毒就是他下的，说不定宣王也是同谋。中毒？中了什么毒？他不行，不能让皇上知道，玉儿无法生动。臣女从头到尾没有跟誉王接触过，明明是二妹唐莹跟誉王殿下欢和，才导致她中毒。皇后娘娘却把我关在冰室里，还动用私刑，臣女差点被活活打死。还请皇上为臣女做主。陛下，蜜儿她纯良正直，绝不会做这种事。皇后娘娘无端发难，可有证据证明是她做的？臣妾不需要证据。蜜儿的父母戍边多年，双双战死沙场，只留下唯一的女儿。老身不求她荣华富贵，只求她平安健康。可皇后娘娘不分青红皂白，宠蜜儿以极刑，让她险些丧命。我儿若泉下有知，他们最疼爱的女儿如此被人欺负，让他们如何安心？皇后娘娘此举，不怕寒了将士们的心吗？祖母，老身今日就算舍弃这条老命，也要斗胆问陛下一句：她贵为皇后，就可以草菅人命，残害忠良吗？竟然敢对本宫这么说话！放肆！朕看你是疯了！身为皇后肆意妄为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臣妾这么做也是为了救玉儿啊！再说了，臣妾只是把她关进冰室，何时对她动过刑啊？那就要问唐二姑娘。父皇，儿臣刚从冰室救人的时候，就看到唐寅手里拿着鞭子，意图勒死唐蜜。在那之前，他们对唐蜜严刑拷打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唐寅，你怎么敢？皇上，臣女是担心誉王殿下，才一时冲动。是唐蜜，是他给誉王下了催花之毒。他一说可能会绝嗣。闭嘴！什么绝嗣？这个蠢货，谁让他把这个说出来？催花之毒，臣女在古典上看到过，一旦中毒，断子绝孙。也不知二妹妹是从哪里传染上的，过度给了誉王，还栽赃到臣女身上。来人，把唐寅打入天牢！不可，说不定他还能怀上誉王的骨肉。是我唐家教导无方啊！我看在老夫人的面子上，暂且饶你一命。召太医会诊，给誉王治病。要是真的绝嗣了，那也怪他咎由自取。还有你，为了一个姑娘如此大动干戈，虽说是救人心切，但你做的太过了。你跟唐蜜有什么关系？父皇，儿臣对唐大姑娘。父皇，玉儿，你醒了，你怎么样了？父皇，
儿臣想求娶唐蜜为妻，请你恩准。你现在是说这些事的时候吗？先把你那些烂事处理好吧。唐大姑娘，面子本王已经给足你了，只要你答应本王，你下毒的事情，本王可以不给你追究。誉王殿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才跟我二妹无美苟合过吧？本王可以两个都娶，她为妾，你为妻。这天底下姐妹二人共侍一夫又不是没有，更何况本王还是个王爷。皇上，臣女曾发过誓，臣女未来的丈夫除了爱我、护我、尊我以外，这一生一世只能有臣女这一个女人。你疯了！这世上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更何况本王还是个王爷，怎么可能只娶你一人？你想多了，我从来就没想过嫁给你。皇上，若臣女这辈子不能碰到心之所愿，那臣女就一辈子不成亲。陛下，蜜儿她年纪尚小，说话是天真了些，请皇上千万别当真啊。罢了，既然唐大姑娘不愿嫁给你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唐蜜，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。这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接受你这种无理的要求。谁说没人答应？王答应。我答应你，我可以做到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儿臣想求娶唐蜜为王妃，一生一世只她一人。若违背此诺言，儿臣愿以命相抵。看你是疯了！以命相抵！宣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父皇，你何时见过儿臣拿婚姻大事开玩笑？儿臣认定一人，九死不悔。这只是敷衍叶君玉的借口，我并未设想过。可是他却答应了，他是在为我解围吗？唐蜜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凭什么他们一个两个都想娶她？唐蜜，朕从未见过宣王对哪个女子这么上心，难怪他今日会不顾一切前来救你。他要娶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父皇，宣王分明就是居心叵测。朕没问你。臣女愿意成为宣王妃。既然你二人两情相悦，朕岂有不答应的道理？老夫人，您觉得呢？只要蜜儿喜欢，老身自是欣然应允。那朕今日便给宣王和唐大姑娘赐婚，之后便让青天剑挑选吉日给你二人完婚。谢父皇。谢皇上。父皇，既然你跟唐颖有了肌肤之亲，那她也不好驾驭旁人了，那就让她入王府当一个侍妾吧。侍妾？母亲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去了哪里？这个就得问你的好女儿了。莹儿，发生何事了？此前秦家来求亲，我同意了，可你死活都不同意，还将唐荣推了出去。现在好了，如愿以偿的进了誉王府了。真的？莹儿，誉王答应你做他侧妃了。不是侧妃，不是侧妃，那就是正妃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真是祖坟上冒青烟的大好事啊！娘，也不是正妃，不是正妃，那是什么？你的好女儿大晚上爬上誉王的床，害得誉王中了毒。皇上一怒之下，让她给誉王当侍妾，无名无分，丢人现眼。怎么会这样？莹儿，你再去求求誉王吧。你可是正经嫡出的小姐，当侧妃都已经够委屈了，岂能当侍妾呀？以她的所作所为，就算赐死都不为过。从现在开始，让她给我禁足在府中，不许她离开半步。蜜儿，
奶奶给你去找大夫。唐明，看到我这样，你很满意吧？要不是你算计我，誉王和皇后怎么会厌弃我？我没有教你行窃，更没有教你下贱。你能有今日，全部都是拜你自己所赐。你醒了，对不起，我是看你受伤了，想给你送药，所以才……宣王殿下还真是好本事，每次都能这样悄无声息地进入唐家，不叫人察觉。你生气了？如若我在沐浴更衣，殿下也会这般如入无人之境吗？不会的，我只来过2次，我发誓。之前给我送披风的人，果然是你。我是怕你生病，如果惹你不高兴了，那我以后不来便是。我没有不高兴。今日在誉王府，我知道殿下是想替我解围，才提出要娶我。虽说是皇上赐婚，但是殿下贵为皇子，深受恩宠。如果想悔婚，随时可以。我不会反悔的。之前我说的话，字字真心。唐蜜，我不是为了给你解围才这么说，我是发自肺腑的，想要娶你。你所想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亦是我心中所想。只要你能嫁我为妻，此生有你足矣。可我们才不过几面之缘，殿下如何确定此生就非我不可？你就当做我是一见钟情。所谓一见钟情，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。殿下了解我吗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如果我说我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恶劣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誉王殿下的毒就是我下的。翠花之毒真的是你下的？你是想对付你二妹，还是对付誉王？那不过是我的事，与殿下无关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唐蜜，你不是我，如何知道我对你只是见色起意？也许我比你以为的还要了解你呢。我知道唐莹会去找叶君玉，所以便利用了他安插在我身边的婢女，设计他吃了含香弹。你想要叶君玉绝嗣？我想要他死。你们之前是发生过什么吗？难道是上一次在白马寺的事让你恨他？我与叶君玉和唐莹有着血海深仇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，恨不得啖其肉，饮其血，将他们碾碎成泥。只可惜啊，他贵为皇子，实在是太难杀了。我费尽心思，也不过才将他绝死。可你这么做，也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，为了对付他，搭上自己的性命，知道吗？那又如何？我偏要他叶君玉当不得皇帝，得不到天下，我还要唐莹不得善终。就算是自损800，杀敌1000，我也愿意。可我不愿意，我不愿看你身处险境，生死一线。你想杀谁？告诉我，我会帮你。你帮我？你要叶君玉和唐莹死，那他们一定会死，我向你保证。不问缘由。你不想说，便不说。但只要是你想做的事，我可以帮你完成。究竟是真心，还是像叶君玉一样想要我外族兵权？等父皇赐婚的圣旨下来，我再来宣旨下聘。这段时间你好好养伤，等这段时间过了，我会找人把东西给你送过来。那可否请殿下帮一个忙？你说。我想让殿下在聘礼上做一个特殊记号。这是为何？这府里的贼已经蠢蠢欲动，我自然是要请君入瓮了。如卿所愿。如今几个太医都断定你得了绝嗣之症，往后再无香火子嗣，太子之位迟迟未立，
薛王要即将迎娶唐蜜，往后你拿什么跟他争啊？父皇分明就有偏心，我想娶唐蜜，他迟迟不肯下旨。叶晨轩一求娶，他立马就答应了。庆妃那个狐狸，竟把你父皇迷得晕头转向。如今他的儿子都要骑到你的头上，他若日后登基，哪有我们的好日子过？既然父皇不顾念父子之情，那就别怪我了。玉儿，你要做什么？往后就别管了，这江山我得不到，叶晨轩也休想得到。娘，我的嫁妆什么时候准备好啊？3天2头差人来催促，说讨债的上门，他们要等不了了。催什么催？你的婚期是下个月，嫁妆自然也要那个时候送过去。况且他要的那么多，我筹备不用时间。还是二姐不争气，要是能在王府当个侧妃，我以后在齐府也顶起祖血。我算计半天只是个侍妾，害我连生也没过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对我评头论足？你敢打我？好歹我以后也是正头夫人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再跟我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我就说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！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蓉儿的嫁妆，我自有办法筹备，不会让你在秦家受委屈。娘，还是你最好了。娘，我的嫁妆不能比他们少，我想在誉王府立足，少不了上下打点，收买人心。等皇上气消了，我还是有希望成为侧妃的。你要的那些东西，我也会帮你准备好的。娘，可如今府里中馈不归你管，这么多银子，我们二房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？怕什么？瞌睡了，自然有人送朕。宣王给唐蜜的聘礼不是快来了吗？听说宣王私产遍布，家财万贯，他给唐蜜的聘礼必定丰厚。圣旨到，宣王殿下到。宣王殿下，尚书大人，今日礼部的圣旨已拟好，本王一并随行，给唐大姑娘下聘。王爷有心了，请唐氏长女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唐氏长女温良恭俭，有临下之风，端庄和顺，具母仪之范。因朕皇妻子陈轩，英姿挺拔，志存高远，为成秦晋之好，特选吉日，行6礼之仪。朕念尔贤良淑德，堪配宗室，特册尔为宣王妃。望尔和睦宗亲，共襄家国，一应礼仪，着礼部依制速办，告知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老臣奉了皇上之命，备纹银万两，彩缎百匹，碧玉双璧，明珠10壶，更备金镶玉册、龙凤喜烛作为聘礼，以表皇家诚意。除去父王给的聘礼之外，本王另外准备了1000两黄金和100箱玉器珠宝给你，婚后将计入你的私产。这是礼单，你收好。唐蜜是给宣王下了什么命令，让他这么在意他？1000两黄金，100箱珠宝，发财，发财了！伤可好像？这些天宣王府的补品流水般的送来，能不好吗？我可以叫你蜜儿吗？我听老夫人是这么唤你的，我觉得很亲切。随便你。蜜儿，聘礼已经按照你的提醒，在每块金条后面都加上了隐蔽的记号，还有那些珠宝，也大多数是从我母亲的私库里挑选的，里面有很多贡品和御赐之物，宫中皆有记录。这
你把静妃娘娘给你的都给我了？是我母妃主动提出来的。虽然她没有见过你，但听我提起过，她特别喜欢你。如果唐家二房的人真敢动那些聘礼的话，便是罪证确凿。但你也给的太多了。群玉再多也值得。我还要收拾东西，不跟你说了。媚儿，变过宣王殿下。都小心一些，搬到库房里去。回头我成亲的时候，都要搬到宣王府去。蜜儿，你搞错了吧？这些聘礼那是皇上和宣王府赐给我们唐家的，你能带走，只该是嫁人。我看搞错的是二婶吧？我这自幼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弟，夫家给的自然是我一个人的。谁说你没有兄弟的？你堂弟不是在学院读书吗？什么时候堂弟也能继承堂姐的聘礼？我倒要进宫去问问皇上，我朝当代到底有没有这条律法？你，嘚瑟什么？他不给，我也有办法拿。小姐，您当真要让他偷走库房的钥匙，对您的聘礼动手脚啊？我还怕他们不敢来碰呢。只要他们敢碰，我定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追悔莫及。我的娘呀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宝贝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娘，唐明现在有宣王和皇上撑腰，司老太婆又那么庇佑他，要是被他发现我们偷了聘礼，他找我们算账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已经连夜让那些工匠按照这些金条的模样，连夜做出金包银和金包铜。只要这些外头裹上一层金，他们就看不出来。还有这些珠宝，最近我也去各大珠宝铺买了大把粗制滥造、压箱底的陈货，到时候把这些精品拿走，换成次品，只要数量对得上就行。说的也是，等她嫁进了王府，再发现也晚了，再想追究也找不到证据，只能吃个哑巴亏。祖母，怎么了？怎么看着闷闷不乐的？誉王那边催促着让唐莹早点进宫，以防她有孕，要提前照看。他们的意思是，什么仪式都不需要了，一抬轿子直接抬进门。他想有孕，做梦。唐荣那边，秦家只用了1筐鸡蛋做聘礼，可你的二婶忙前忙后的准备了几10箱嫁妆，让外人知道了，都在笑话我们唐家呢。祖母，
要不让唐荣和唐莹一起出门吧？左右都是丢脸，不如一次性丢完。也行。唐莹、唐荣，我会在那一日送你们一份大礼。姐姐不过是个侍妾，有必要穿行抢我的风头？那秦家就是个无底洞，你不会真以为嫁过去能过什么好日子？一篮子鸡蛋换几十箱的嫁妆，我要是你啊，就上街找头牛撞死你！四小姐、二小姐，吉时已到，出门吧。哼，嬷嬷，今日好歹是大喜的日子，这府中连个红绸都不挂，锣鼓鞭炮更是一概没有，祖母这是故意轻待我呢。老夫人说了，为何如此？两位姑娘心知肚明，老夫人年事已高，丢不起这人，今日就不出面了。哎呦，舅母，嫁妆呢？嫁妆可要清点清楚，可不能缺了漏了。难看吧？是啊。舅母，这么多人在呢，能不能少说两句？还没过门就敢对我这个婆婆没大没小的了。起轿，且慢！唐蜜，你什么意思？是想在大喜的日子捣乱吗？人可以走，嫁妆得留下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的嫁妆，偷的是我的聘礼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唐荣的嫁妆都是我们二房精心准备的，与你何干？你该不会是眼红我们的嫁妆丰厚，想来抢吧？哎呦呦，大家评评理！我自己女儿出嫁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可能拿别人的聘礼？这些天我忙里忙外，居然被他这么说，还要不要人活了？唐蜜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怎么什么都要霸占？唐家二房再萧条，也不至于拿大房的聘礼吧？肯定搞错了。这唐大小姐是故意的吧？诚心让两个妹妹出丑。娘，我们不要搭理她了，她就是存心找茬，想耽误我们的吉时，还是赶紧走，别沾了晦气。来人，抬箱子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这箱子里是宣王殿下送给我的聘礼。这金子不是好好的就在里面吗？就是，你不会是想拿出来当众给大家炫耀吧？大小姐太过分了，还没当上王妃呢，就开始羞辱人了。明明东西没丢，还说被人偷了，不打自招。就是啊，半夏，拿剑来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王妃受了委屈，本王来给你撑腰。敢问宣王殿下，是否当众以权压人，欺负我们二房？是不是欺负，一会儿就知道。诸位请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银子吗？难道这一箱子都是金包银？对吧？不止这一箱，我所有的聘礼
宣王殿下给我的1000两黄金，全部被人调包成了金包银和金包铜。什么？金包银？秦巧云，你答应给我们秦府的嫁妆，不会也是这种货色吧？对呀，众人，还有这些珠宝，原本是些珠玉翡翠，现在全部都是废品。到底谁动了手脚？心知肚明。唐蜜，你不要血口喷人了。这些嫁妆明明是你自己保管的，府里可没人动过。要么是你自导自演，想找我们麻烦；要么就是宣王给的聘礼本来就有问题。我还以为宣王殿下有多喜欢姐姐，没想到私下里也会偷梁换柱。这些东西确实上不了台面，看来姐姐在他心里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。本王，二婶，你对2位妹妹母爱如山，想必这嫁妆肯定准备得很好了。不如打开给大家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。凭什么让你看？秦夫人，秦家应该指望那些嫁妆还赌债吧？你就不怕他们出了这道门，拿假的糊弄你？你说的对，是要检查清楚了为好。来人，把箱子给我打开！不能打开！你给我张开！好多金子呀！唐家二房这么有钱吗？这么看来，唐家二夫人对女儿比宣王对唐大姑娘好多了。娘，不要自乱阵脚。现在他们还没有证据，只要死不承认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我的2个宝贝女儿，肯定不会让他们受委屈。唐蜜，要怪只能怪你娘死得早了，没法给你置办嫁妆，才会让你眼馋别人的。唐蜜，你想干什么？就要动我蓉儿的东西？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金条的角落里居然刻了一个蜜字啊！蜜啊！唐大小姐的闺名不就是叫唐蜜吗？就是啊，这金子是她的，肯定是啊。是啊，怎么这样啊？真是别人的东西，就是本王下聘之时，为表诚意，让工匠在每块金条的底部都刻了蜜字。敢问唐二夫人，你的2个女儿，谁的名字带有蜜字？真不要脸呢！把那纯金换成金包银、金包铜，还贼喊捉贼！哎呦！要不是唐大小姐发现及时，不然啊，损失就大了。可不嘛！该死的唐蜜，居然在金子上刻了字，让我们丢这么大脸！许是下人搬运的时候，看到金子都一样，就搬错了。姐姐莫怪，大不了换回来就是了。我的东西放在我的私库里，竟也能搬错？看妹妹这话，骗不了。秦巧云，当初你可是答应了要替我们秦府还赌债，否则像唐蓉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妇，我儿子怎么会娶？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贵重的嫁妆，我跟你没完！这些金子恐怕是留不住了，但那些珠宝，他们总不会一一刻字。我原本想着比着蜜儿的聘礼来准备嫁妆，所以才会让人搬出来。只是情急之下被下人混淆，现在误会解除，让人把金子换回来就是。二婶，可不只有金子，还有百香珠宝呢。蜜儿，这你可就冤枉我了。这
这些珠宝都是我亲自挑选的。这几日我往来各大珠宝货铺，不少人都瞧见了。看来二婶儿是不肯承认了。姐姐，是你的，我们还给你；不是你的，你也不能趁火打劫吧？唐二姑娘，你这手上的镯子，本王看着甚是眼熟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这是当年我母妃刚入宫时，父皇御赐之物。连这镯子的样式，都是我父皇亲自设计的。什么？不如这样，本王去将我父皇请过来，请他亲自辨认，如何？许是我弄错了。唐四小姐，你头上的簪子是去年西域送进宫的贡品，不知你的父亲兄弟谁在朝中能有这般严密，连这贡品都能拿到？我二姐可是誉王的女人，是她送给我的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哦，原来是誉王殿下给你的呀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他全部知晓了。偷窃御赐之物和贡品，还污蔑王爷。二婶和二妹妹是打算在牢狱里蹲多久？誉王殿下，东西都是他们准备的，与我们无关，我们毫不知情。对，唐荣我也不娶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娶。要杀要剐，你们随便。告辞，我们走。娘，哎，四妹妹，你这是嫁不出去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不过好在二妹妹不受影响，毕竟你跟誉王殿下的感情如此深厚，早就珠胎暗结，她应该不嫌弃你吧？你是故意的，从一开始你就设下了圈套，等着我们上钩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二婶和二妹们还是想想，进了官府之后，怎么降低刑罚吧。唐蜜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你二婶，宣王给你的聘礼本就属于整个唐家，我拿走一部分又怎么了？这是你本来就孝敬我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唐家就没有这个二夫人了。我们唐家世代忠良，没有你这种不仁不义、不孝不悌的东西。母亲，你不能休了我啊！这么多年了，我在唐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可你却变本加厉，毁我家风。留在府中祸害无穷，来人，将他们送到官府去。母亲，母亲，他们这是活该呀，偷人东西！哼，我会让官府的人从严发落，绝不会放过他们。不，我不希望王爷插手。为何？因为叶君玉一定会插手。据我所知，唐寅近日拜访了不少大夫，最后求到一个产婆那里。产婆？她有孕了？她没有孕。这位产婆除了替人接生，还私下售卖假孕的药物。没猜错的话，唐寅很快就要说自己怀孕，让誉王殿下救她出来。到时候，王爷可别忘了让言官多参几本。本王知道了，都如王妃所愿。我还不是王妃呢。早晚都是我的王妃。都是因为你，本王今日上朝被10几个官员参奏，说我纵容侍妾，不顾礼法，更有甚者，说是我指使你们母女偷盗行窃，本王的名声都被你给毁了。都是那个唐灭害的，
王爷，那个女人不是善茬，她若真的嫁到誉王府，绝对是个祸害。要不是你怀了本王的孩子，我真想一剑砍死你。千万不能让誉王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假的。王爷，臣妾这样做是为了成就你的大业。北齐使臣来访，你与北齐使臣交流，定是需要银子。这件事谁告诉你的？臣妾是无意中听到的。王爷，不论您想做什么，臣妾都会帮您的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去帮本王做一件事。你大伯生前戍边多年，肯定有不少边防图吧？您是希望我把边防图偷了？乖乖配合本王。若本王成就了大业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。二妹妹不是被接去誉王府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王爷疼爱我，让我带些礼物回门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侍妾也需要回门呢。这二婶啊，不是秦氏，这会儿还在牢里面关着呢。这二叔啊嫌丢人，更是连府上都不回。二妹妹这个回门礼啊，怕是送不出去了。唐蜜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我们走着瞧。这唐莹明知祖母不待见她，不可能跑回来自取其辱，恐怕她回门另有目的。盯紧她。是。那不是老爷生前的书房吗？二小姐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间书房父亲生前用的比较多，他过去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人来过。看来唐莹是想找父亲的东西，他该不会是想找父亲过去抗战杀敌留下的资料吧？翻遍了整个书房，也没有找到半点有用的东西。过去大伯留下的布防图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？你还回来做什么？祖母，孙女记挂您，思家心切，特意回来看看。您就让孙女多住几日吧。哼，我若再多见你几次，就要被你活活气死。你要是真孝顺，赶紧离开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小太婆横什么？要不是为了布防图，我才不愿来这边。祖母，我近日将父母的遗物都放在房间的柜子里，想着日后出嫁一并带走，您看可以吗？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祖母怎么会介意？一切都随你。原来遗物都在唐蜜房间。这是你要的，伪造了边防图和一些仿写的书信。虽然我相信你要这些东西有自己的考量，但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想做什么？不是我要，是唐莹要。我发现她回家鬼鬼祟祟，溜进了父亲的书房。我怀疑是叶君玉跟她说了什么，她想找我父亲的遗物。叶君玉，如果他真的想要边防图，恐怕包藏祸心。唐将军生前守的是我朝和北齐的边境地界，怎么这么巧，北齐使臣就在荆州呢？如今朝野上下都知道他得了绝嗣之症，再加上他作风不检点，多次受到弹劾，他自己心里一定清楚，他无望继承大统。他确实无望，父皇
已经通知礼部，10天后在皇家寺院祭天，将册封我为太子。真的？你要成为太子了？是，很快你就是太子妃了。叶君玉，这一世我会将你想要的一切全都摧毁。今晚月色不错，半夏，你备上水果点心，随我去后花园赏花吧。是，小姐。好啊，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就能向北齐投诚了。可10天后就是叶晨轩的册封大典，等他做了太子，百官归心，您就算有北齐的支持，恐怕也难以撼动我。谁说叶晨轩能顺利当上太子？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我会将叶晨轩的帝王之路一举摧毁。今日祭天是为储君一事，皇上已经下了旨意，立七皇子宣王为太子。若各位没有异议，本官礼部尚书就要宣旨了，请七皇子宣王听旨。不好了，皇上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皇上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是慌慌张张的？不能等到册封大典之后再说吗？民间急报说京中不少人上吐下泻，还有一些人已经咽气。看症状像是什么？像是瘟疫。瘟疫？这怎么会的瘟疫啊？这可是不可是好啊！朝中这些老人最是信奉天意，如今瘟疫突发，无论是朝臣还是百姓，都会人心惶惶。叶晨轩休想不人心。如今又无战事和灾害，无端生出瘟疫，老臣恐怕是天降惩罚呀！天降惩罚？这是何意啊？宣王恐怕是做了有违天道的事，惹怒了上天。听闻不久前他带人冲进誉王府，对皇后娘娘刀剑相向。我朝素来以孝治天下，宣王此举乃是大不敬。宣王并非宫中嫡子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如今京中降下瘟疫，恐怕是上天的警示。皇上，臣妾觉大婶们说的有道理。若我朝的储君不是天道所认定的人选，那恐怕后患无穷啊！请皇上收回成命。请皇上收回成命。谁说这是瘟疫的？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唐蜜，你还没有嫁给宣王为妃，今日的册封大典可没资格来。皇上，臣女今日前来不是为了太子册封的事，
而是为了瘟疫之事。你刚才说这不是瘟疫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臣女在民间开设了一家医馆，平日里多为看不起病的百姓免费医诊，因此京中的各种病症，臣女总是最先得到消息。难道你替得了此病的人诊断过？没错。唐蜜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接触过瘟疫的病患，还敢来此，说是父皇和母后为你灌了病气，圣体抱恙，你罪无可恕。皇上，此女胆大妄为，我们快离她远些。来人，将此女轰出去，不准让她靠近半步。本王，看谁敢动她！七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包庇他？难道你是想害死父皇吗？父皇，蜜儿刚才说的，这不是瘟疫，可否请听他把话说完？唐蜜，你接着说。像这样的患者，臣女接了10几个，也检查了他们的尸体。乍一看，他们的症状的确与瘟疫相似，可等臣女验尸之后，却发现他们是中毒。中毒？北齐有一种毒，名叫丧魂散，服用之后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。他们以此用来两军交战中来削弱对方的兵力。唐蜜，一派胡言！誉王殿下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你这么激动倒是干什么？原来这就是有人相同的感觉。父皇，他分明就是为了让叶晨轩顺利当上太子，在这里胡搅蛮缠。瘟疫和中毒的症状岂会一模一样？莫要提醒他的鬼话，耽误了防护时间啊！北齐使者就在城内，他们一来，京中就出现了瘟疫，怎么会如此奏效？父皇，儿臣请求彻查北齐使者，了解事情真相。皇上，他们分明是混淆视听。瘟疫乃是天罚，责任全在叶晨轩。可他为了将自己摘出去，将责任全部推给北国使臣。要是北齐的人知道了，必伤两国人的情分。臣女愿意以性命担保，城中的病症绝不是瘟疫，而是他人投毒。若是臣女误诊，耽误病情，愿自枪谢罪。命不可。相信我。唐大姑娘乃是忠烈之后，都说虎父无犬女，你父亲忠勇无双，愿意相信你。父皇，住口！来人，彻查北齐使臣住处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发现有异样，即刻来报。皇上，臣等彻查北齐使臣所住驿馆，发现解剖不知名的药品，将太医鉴定后，得知是毒药。白色粉末、硫磺味、遇水即溶。皇上，这粉末与书上所记载的丧魂散所描述的一模一样。该死的北齐，朕好心招待他们为客，全将丑恶谋害我朝子民。既如此，饶赦！皇上，在驿馆之中，我们发现了这个木匣。是我朝的边境布防图吗？北齐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个？莫非是有人通敌叛国？这不可得了，一定要彻查到底啊！对呀，父王放心，这张布防图是假的。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宣王，莫不是你就是跟北齐串通的？你倒是不打自招啊，省得我们再追查了。你说这话，不觉得心虚吗？什么意思？皇上，这个木盒是臣女让宣王殿下提前准备的，因为那日臣女看到誉王的侍妾，也就是臣女的二妹唐莹，鬼鬼祟祟的进了父亲的书房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便引起了臣女的疑心。臣女引导她找到此物，让她将其带走，不知所踪。没想到却到了北齐人手上。唐蜜，一派胡言！东西是唐莹偷的。唐莹一个女子，不便与使臣来往。这幕后主使，想来
已经很清楚。父皇，他这是栽赃，定是他与叶晨轩合谋，捏造证据来陷害儿臣，儿臣一心为国，坦坦荡荡。皇上，玉儿是咱们自己的孩子，她从小忠君爱国，您是知道的呀，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！干什么？诸位请看，誉王殿下的手指是黑色的。果真有一抹黑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在布防图的图纸上加了一种药水，手指一旦只要碰到，手指就会变为黑色。皇上，你看看，你的手指是否也已变为黑色？可是宣王殿下的手干干净净，代表他并未碰过布防图。到底是谁将此图送到北齐人的手上？皇上，想必应该很清楚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有这个心思？叶君玉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私通外敌！父皇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毫不知情。这手上的黑色印记，定是碰到什么脏东西留下的，不是什么药水。本王还奇怪，什么天罚瘟疫，为何会在册封大典之前突然降临？原来都是王兄的手笔，为了一己私欲给百姓下毒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是的，父皇，儿臣没有。朕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孽障？你这个畜生，还想当太子，谋皇位！皇上，玉儿她只是一时昏了头，你就饶了她这一回吧。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你是知道的。堂堂皇子，通敌叛国，残害百姓，何其可笑！何其可笑！何其可悲！是听说今天还要替他求情，就算你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我会这样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才是你的嫡子。可从小到大，你都不喜欢我，只喜欢老七。说你早是立储，我何至于此？立储，朕何尝不想立你为储君？朕何尝不想给你机会？可是你配吗？你配吗？你在外民间私设赌坊，放印子钱、高利贷，做了多少脏事丑事啊！只想送你去战场上历练，你贪生怕死。想让你饱读诗书，你敷衍了事。这么些年来，你无才无德，视百姓生命为蝼蚁。朕如何放心把祖宗基业、江山社稷交代在你的手里呢？啊！那叶启轩呢？他有比我好到哪儿去？就心系百姓这一点，他比你好千倍万倍。2年前青云山贼匪横行，是宣王自请带兵进山剿匪，为了能够将其歼灭，他只身引开数百人，差点死在山上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？2年前，青云山。难道我救下的人是他？所以他对我好，是想要报答昔日的恩情。可为何前世他不告而别，杳无音讯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叶君玉，来人！叶君玉罪大恶极，不配为王。自今日起，褫夺其封号，贬为庶人，严加看押，择日处死。带走！
要册封吗？继续。宣王听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国之根本，社稷绵延，系于贤嗣。皇妻子叶晨轩生而敏锐，宽仁有度，甚为朕亲。册叶晨轩为皇太子，入住东宫，望其恪守臣节，勤修德业。他日承继大统，责备万民。今布告天下，遣使闻之，钦此。谢父皇，儿臣遵旨。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。你们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送你上路。父皇送你一壶酒，一条白绫，让你自己选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两种死法于你而言还是太轻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命，他的命如今握在你的手上，该怎么处置，你说了算。唐蜜，我跟你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这么对我？害我绝嗣还不够，如今还要害我性命！你可知我为何一定要让你断此绝嗣？因为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有孩子。唐蜜，你不是人。对，我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。我曾发过誓，上权必落，下入黄泉。我一定要找你索命。我何时得罪过你啊？一念之间，有着累世的仇恨。你可知，一个10月怀胎、无人问津的产妇，只能自己给自己生产，有多痛苦？你可知？亲眼看到刚出生的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，有多痛苦？你可知葬身火海，被活活烧死，有多痛苦？这些全部都是拜你所赐。为何他的话像是他的亲身经历？这个疯女人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何时对你做过这些？不重要了，你也不必知道。我会打断你的腿，将你封成石雕，长日跪在烈日暴雨之下，让你生生世世、永生永世都在忏悔、受罪。不能杀我！我肚子有了叶君玉的孩子，这可是皇室血脉！放开我！我睁开眼的每一天，都在幻想着怎么报仇雪恨。这一天，
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女儿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睡吧，你今天太累了，我会在这里陪你。你可知，一个10月怀胎、无人问津的产妇，只能自己给自己接生，有多痛苦？你可知，亲眼看到刚出生的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，有多痛苦？你可知，葬身火海，被火活活烧死，有多痛苦？他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过去？为何听他说这些话，我和心头刀客感同身受？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我的头好疼。昨天发生了什么？为何本王什么都不记得？是长公主的女儿芷清郡主派人送你回来的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属下也不清楚。我好像忘记了一个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刚才的梦为何如此逼真？好似幸福的一世，难道我在梦中梦见的女子？命，怎么了？刚才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我们在公主府双双中毒，情难自控。可我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己身在王府，忘记了关于我们的事。等我再想起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嫁给了叶君玉，成为他的王妃。后来我心中伤感，跟父皇亲着去了边居，一待就是数年。等我再回京城，就听闻你葬身火海，香消玉殒。蜜儿，那究竟是一场梦，还是真实发生了一切？你对叶君玉说的那些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那不是梦，那是你我经历的前世。我原以为你是不愿背负骂名，所以才抛下我，让我独自一个人面对一切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原来是你失忆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如果当时能想起来的话，你就不用面对那些事。米儿，是我负了你。你可知我等你等了多久？你记得在青云山吗？那是我第一次见你，那时我身受重伤，若非你用凝血草救我，我多半是活不下去了。康复之后，我曾多次派人找过你，但了无音讯。直到在上公主府，好不容易与你重逢，却发生了那种事，甚至我还失去了关于你的记忆。或许这就是命运弄人吧。还好，这一世我们没有错过。今日路过东市，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栗子糕。
难得今日朝中休沐，姑带你去梨园听戏。我今天不想听戏。那太子妃想做什么？我要去酒楼听书，还要点上一壶酒，喝得尽兴。好，都依太子妃的。我们先吃栗子糕吧。心动变成虚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敲落上你每一分。心有所想，日久月深，用心合作枕月亮作吻，想要入梦来团你眼中春。我们虔诚旋风之轮，一生只为见一个人。我从前并不觉得人死债消是对的，有些债就算仇人死1000次、10000次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可有人教会了我，爱比恨强大，放下仇恨也是放过自己。往后的时光，我只想好好感受阳光雨露、人间草木，还有失而复得的爱人。若我们的重逢是命运的馈赠，那么炙热的爱意就是穿透云层的月光，指引我走出黑暗，从此前尘隔海，天朗气清。自由的风一路相送，把我和他的故事书写成我们。